各位好，这个不是最近要搬家嘛，所以我平时摄影录的那个场地也就已经拆掉了啊。那我想趁着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利用现在的这个厨房，来给大家简单的去开始一期这个聊做饭啊，聊这个中国味这样的一期节目啊。那我想我聊这个，首先呢，我不是专业的美食频道，那其次呢，我也不是专业的厨师，那我呢还是一个陪伴和聊天的节目，我只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一个平时把做中国菜啊作为一种爱好来去执行的这样的一个人，当我来到这个国外啊，目前在北美地区。那怎么样通过当地的一些超市，尽量的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华人超市，因为可能很多人去华人超市不方便嘛。你在国外肯定华人超市要少，而且价格的竞争力也不是那么的强。那我自己也是这么践行的，就是尽量不去华人超市或者是中国亚洲超市这种，那就去当地的超市。用当地可以买到的一些食材，来去在做法上看看能不能，同时满足这个中国味的这个需求啊，所以接下来可能会，多拍一些视频，给大家不敢说教大家做菜啊，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做菜，我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今天肯定没有这个条件，而且以我这个聊天跟陪伴的风格呢，在我开始一个实操之前，也肯定要跟大家去絮叨絮叨，去讲一些我自己是对这个做中餐的一些心得感悟，以及我观察到的大部分人，也不能说大部分人，因为我能观察到的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人，像我父母啊，还有就是反正我八竿子能打得到的那些亲朋好友们吧，就是在做中餐的时候，在我看来一些不那么提倡的做法啊，我只能这么讲。所以不是说你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些，而是说在我的家庭里面，我观察到的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就说出来，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今天呢，我打算主要跟大家去聊一些工具啊，就是做中餐的一些工具。然后稍微的去拓展一下我为什么要这些工具，而哪一些是必要的，哪一些是不那么必要的。我想先从每一个出国以后想去在当地自家的厨房做中餐，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非常尴尬且头疼的问题，就是抽油烟机。那我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解决这个抽油烟机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厨房的抽油烟机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也是我出国之后才知道，就是国外的这种抽油烟机，它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是抽油烟机。为什么呢？大家看这个装修风格，可能你会觉得，这不是挺好看的吗？但真的是只有好看，完全不中用。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烟道。像我们国内，如果你装修成这样，这个是你一看这是抽油烟机，它这个柜子里面肯定有烟道，然后排到外面嘛。但是我打开柜子给你看，我这个柜子里面就是完全是柜子，没有烟道的。所以这个抽油烟机虽然也能够名字叫抽油烟机，但是它是把油烟从这个炉灶上吸上去之后，从这个地方排出来啊，我不知道大家视频上应该能看清楚，这有几个排风孔，从这里排出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内循环，把你的油烟吸进去之后再排到你的额头上啊。那你说它有没有用呢？可能跟中国的抽油烟机比，如果国内的效率是10分，它只有1分都不到，那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没用啊。为什么？因为我就不拿相机了，但是大家就想象一下，它下面这个吸风的这个口，它是有一个滤网的，那就是全靠这个滤网把油
油烟给过滤一下，然后再次的排出来。那你就能够想象到，可能你做西餐还行，凑合能用。但如果你做中餐，我们中餐那种油烟的量，这就是开玩笑一样的，有跟没有呢也没什么区别。所以像我这个就是灶台呢，我时间长了之后，我这个柜子的把手，整个这个柜门的上面其实全都是布满了油烟。这还是我基本上不在这里做中餐的情况下。那如果你经常在这做中餐的话，这边肯定是惨不忍睹的。那一方面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可能大家到初来乍到去租那种价格比较便宜的房子，它甚至都没有抽油烟机，就是这个道理。那如果你也是刚刚走出国门，你发现我租的房子没有抽油烟机，你千万不要觉得沮丧，因为真的有跟没有没区别，它的作用99%对我而言就是多了一盏灯，就是多了个灯而已啊，没有抽油烟的作用。那我是怎么去解决这个抽油烟的问题呢？有2个解决办法啊。第一个呢是我最经常用的，我今天不方便给大家展示，原因是因为在户外，就是我直接在户外做菜炒菜。这个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我出国之后观察到，基本上每家每户它都会有一个小的露台，那这个上面呢他们会放一些这个做 barbecue 就是烧烤的这个烤炉。那我就灵机一动，那既然当地人经常会在外面吃烧烤，你怕有那种烧烤的油烟，所以烧烤的那种烟没有油，不是油烟啊，就是烧烤的烟，你怕烧烤的烟在屋里影响屋里的空气，所以你在户外烧烤。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把我的中餐，我的炒菜挪到户外呢？所以就是我一直最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是，我没有买这个 barbecue 的烧烤炉，而是把我买了一个这个炉灶，但是属于那种就是野营的那种炉灶。那大家可以上亚马逊去搜一下，应该能够找得到的。它长得就像一个我们烤羊肉串的那种烧烤的那种炉子，下面是4条腿，上面有一个炉头，你下面接一个液化气罐就好了。因为这边很多人在户外做烧烤的时候，他也不是用炭的，也不是用电，因为这个都麻烦。它更多的也是这个烤炉下面接一个液化气罐，然后拧开就可以烧火用，更多的也是这种方式。那只不过呢，我用的是炉头，他们用的可能是那种就是烧烤用的那套东西啊。所以这个其实我是最推荐的。如果你是长期在国外居住，经常又想做点中餐炒菜，然后又怕家里有油烟或者什么烟雾报警器报警了，那你只要如果你有阳台或者是露台，那就直接在外面。其实这种我觉得阳台更好，因为阳台不怕能挡一些挡风遮雨嘛。但是像我这种呢，就是一个露台，就是一旦你风特别大或者是下雨，你就没有办法了。当然说可以撑伞啊，但是这个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觉得，除非你在雨水特别多的地方，否则的话，下雨的时候你就改善一下，换成西餐吃呗，下个意面什么的，烤个披萨是吧，也可以的哦。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加装一个换气扇，这个也是我在亚马逊上面找到的，也是访问一些论坛，刚来的时候啊，我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不知道这个拿过来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哈，就是一个能放在窗户上的。哎呦，我这样，它这个我这样吧，我还是动一下我的，看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电风扇，它是一个放在窗户上的电风扇。设计它呢应该是夏天通风用的，但是我就拿它来抽油烟。如果我实在不行要在家里去炒菜的话，比如说下雨天，或者是实在不想到外面去，那我就会用这个排风扇把它放在我的窗户上或者是门上，拿那个把窗户关一半啊，就像我们原来那种窗机空调一样，因为它比较轻嘛，你不需要再去打个洞啊，或者给它特别做固定啊，只要用窗户把它挤住啊，基本上它不掉，你往外吹风吹一会儿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这2种方法能够非常好的帮这个海外的就是华人啊去解决这个怎么排油烟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这个没有办法解决，油烟不能解决，何来的中餐呢？这个是大家都懂的啊。那既然提到了这个油烟，那我们就想，那中餐为什么油烟多？那肯定是跟油相关。那你就一定要是用这个油。那首先呢，在国内和国外的超市啊，你买油，还是有蛮大差别的。因为在国外的超市，大部分的油都是低温油，就是像橄榄油那一种，它是不适合炒菜的。不是说价格问题，就是说我有钱，我就买最好的橄榄油，拿它来炒菜，这个行不行呢？你要问我，我绝对说不行，因为它是属于低温油。这种低温油和生吃的油，一旦你达到炒菜那种高温的话，其实它是会分解出对人体有害的东西的。这个还不如用便宜点的油。所以什么样的是高温油呢？在北美这边，我的经验是，你基本上高温油统一可以叫做菜籽油。你只要去买这种菜籽油，或者类似于像，其实色拉油我也不太推荐大家买，就去买菜籽油就好了，价格也比较便宜，它是高温油，耐高温的，特别适合中餐的这个煎炒烹炸。那你可以多买点啊，像有的时候去 Costco 我们会买这个5升以上的，甚至8升、10升的一大桶，回来用，其实也就还好，几个月也能吃完。那这个油的品种解决了之后，那我就捎带提一下，我观察我们自己家的长辈们啊，就是做中餐的时候，其实当然我知道中餐不同的菜系不一样，我是比较偏向，比如说川菜啊，或者鲁菜、粤菜，我也不是特别的会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中餐说的家常菜，比如说溜肉段啊，然后宫保鸡丁啊，鱼香肉丝啊，等于这种，或者有的时候你吃个炸鸡腿啊，这不就是中国味的体现吗？那这种其实都是跟油相关的。除了你要买正确的油以外，很多其实国内的家庭主妇、阿姨妈妈在做菜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觉得用油的观念都会有一些就是我不太赞同吧，这么讲，不太赞同这种用油的观念，包括用糖和鸡精味精的观念，不太赞同。就是现在国内做中餐，自己家庭做中餐的风潮，就是以健康盖过一切。但是，我姑且不论在国内的情况，但是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你想满足自己的中国胃，那你是不是也就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这个时候，特别是你不是那么喜欢做菜，偶尔想自己动动手改善一下这个味觉的话，那你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说，我暂时先不要像国内那么的去考虑少油少糖，不放鸡精味精。因为如果你再这么考虑的话，那个中餐其实就逐渐蜕变成不是中餐了，那个完全就没有办法满足你中国味的感受了。那你如果像我这样，其实自己经常是做饭的话啊，那我个人做中餐的感觉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油盆啊。什么叫油盆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它上面有个盖子，我就不拿了，因为在这个洗碗机里面啊。这个油盆呢，就是里面放的全是油，我这个里面放的不是很多，但是因为基本上快用完了。为什么要这个油盆？因为我们经常做中餐，其实你避免不了要重复的用油，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先用油炸啊，还有的时候呢，你要去这个溜啊，就是用溜什么溜菜糟溜一遍，但凡是有溜这个，对吧？那其实你也是要用宽一点的油先把它过一遍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不太可能说我炸个鸡腿之后这个油就全部倒掉了，那其实你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油盆来去接着。那你一旦比如说你一个礼拜有1天炸了鸡腿了，那这个壶你基本上至少有1/3能装满吧。那平时你做饭的时候，其实就不需要用
这种专门的油壶了啊。我看国内很多家里都有一个这样的油壶。其实你真正经常做中餐的话，各种家常菜下来，这个油壶不常用，更多的是这个。这就为什么很多厨师他会选择用勺，为什么中国的大厨叫颠勺，他是用这种勺，而很少用这种铲儿。当然我这两个是一套买的啊，这个铲儿是很少用的，大部分用勺。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用勺的话，每次我在新炒一个菜的时候，我就直接可以拿它崴这个里面一勺油放在里面，既方便又不浪费，然后还便于你定量去使用这个油的量。那除了这个油壶以外呢，油盆以外呢，你还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漏勺，这个是我从国内买了寄过来的。在我没有这个漏勺之前呢，我是在当地超市买的这种也可以，都能用。就是比如说刚才那个油盆你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在当地的超市买到这种不锈钢盆，这种不锈钢盆，这个是我都是在当地买的。那你配一个这样的漏网，然后你直接这样就可以漏油了，也非常的方便啊。这个是少量的，就是你经常做中餐的话，一定要有这种设备。你如果说我做中餐就是不用油炸，也不用溜的，我都是放很少的油去炒一下就好了。那你可以继续，但是在国外可能买不到那么丰富的，在中国能买到的蔬菜，或者是肉的品种也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只这样子的话，可能时间长了还是想吃点在中国饭店里能吃到的东西，所以其实还是建议大家有这样的一些工具，这样做起来也会比较省心、快速、便捷一点啊。那这个是油。油咱们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在工具里面你就一定需要有这些东西。那你看到我这个是盆套盆，各种大大小小的。这个你去一些比较廉价的超市，其实你随便买那种就是最便宜的，一下买它几个，都非常方便。因为我们中餐是讲究配菜的，就是那个小厨做的活，大厨只用来颠勺嘛，小厨要帮你切，要帮你配。其实中餐有一种说法叫做7分配3分炒，对吧？那我比如说我做一顿饭要1个小时，那可能我70%的时间，超过40分钟的时间，我都是在水池和菜板之间游走的。那你准备好的所有的主料、配料、小料，包括调味料，其实都是要靠这种先装，分类的装好，装好了之后，你一旦开火，其实就很快了啊。那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有。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个人还买了一些比那个不锈钢盆更便宜的，因为你一定要有不锈钢盆，因为很多时候你需要耐热，你需要方便的进洗碗机，你需要就是足够大啊，那还是要有一些。但是呢，我觉得像这种塑料的，它可以进洗碗机，有一些便宜的，像我这种就是最便宜的那种，它只能进洗碗机的上层，不能进下层，那也对我来说是够的。而且它是可以这样，就是这么紧密的放在洗碗机里面，它也能洗干净的。洗碗机里面一格一个，一格一个，一格一个，就贴得很紧，大概这么紧吧，这个距离它也能洗干净，我试过的。那这种是用来干嘛的呢？我的这种塑料的小碗是专门用来兑碗汁儿或者碗芡的。什么叫碗汁碗芡？以后我如果真的上手做了，我还会讲。但是它的作用基本上就是让我去调味用的。我会把一道菜或者几道菜的这个，比如说盐、糖、酱油，这个鸡精，胡椒粉，还有什么酱油、老抽，一道菜的全都放到这一个碗里面调好，然后你跟这个主料配料一起放到锅的旁边，一点火，然后按照顺序往下下，这样呢就非常方便，有条理，而且也快速，好清洁。如果你每一个都切完了就从菜板下锅的话，其实那个是非常凌乱且不是特别的快啊，反而做菜起来会比较慢。那至于调味盘什么的，大家可以随便买就好了。像我这个呢，其实不是我本意，
我这个是在 Shein 上买的，就是拼多多的那个海外版啊，寄来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当时觉得质量也不是怎么好，但是一直用下来呢，我觉得哎还不错。它就是一个4个格子的啊，里面就放了中餐最常用的4种调料：盐、糖、白胡椒和这个我还是没有用味精，但是我会用这个鸡粉啊，这种是健康方面应该会更好一点吧。这个正好用完了，因为我要搬家，我也不想再买了，这个盒就空了。然后你不用的时候一直盖上。那在我们调味的时候，它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小勺，你需要多少你就崴一勺放到那个塑料碗里面，最后兑水，或者先把这个固体的放进去，然后再兑液体的。如果需要加水加水，然后把它和匀就好了。那关于最基础的几个中餐的配料，这不是配料，就是工具来讲，就是锅和这个菜刀菜板。我们先说菜刀菜板吧。我的这个菜板呢和刀呢是一套，你看到我墙上吸的这些这个剪刀、菜刀和这把水果刀都是一套，就是我在沃尔玛买菜板送的。它这个菜板在买的时候，这些刀就是贴在这个菜板上，然后拿个塑封封起来，然后这一套下来也就10块钱啊，换成人民币也就100块钱不到啊，60到80之间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但你说这个东西太便宜了，是不是不好用？特别是刀，我知道很多习惯做中餐的特别是家庭主妇啊，阿姨妈妈都比较喜欢高档的厨具。这一点其实我个人不敢苟同。我觉得菜板你买一点高档的，买成那种墩子，我觉得你经常切的话还有点价值。但我觉得平时我们做家常菜，特别是在国外也不讲究午餐嘛，那你早餐也不太讲究，那基本上也就是一顿晚餐，其实使用率不是那么高。所以就这种竹子的菜板，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如果你也能接受的话，就这么便宜买一个，用个1年啊，你再把它换掉，我觉得也都没问题。像我这个保养的不太好，因为菜板是不能进洗碗机的，进洗碗机它会裂，所以只能就是自己擦和洗。那有些时候我没有太注意，其实里面有一些是有点霉斑。我不太在意了，我就直接用下去，反正也要搬家了嘛，这个菜板也可以淘汰了。但是如果你是用这样的菜板，我建议还是每隔1年换一个，这样会比较好。所以菜板不太讲究，我也不是特别讲究，就是你别买那种薄片就好了，稍微有点厚度的能用就行了，但是要大一点，中餐要大一点，因为配菜比较好配。那刀，刚才我说了很多，就是人想用好一点的刀，你看我这个就是菜板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厚度，就是它薄到都可以弯折，看到吧？我放到这儿给大家看，那都可以掰弯，最厚的地方都可以掰弯，这么薄。那我用了1年，而且我打算还一直用下去。对于中餐来讲，我西餐不懂，但对于中餐来讲，我觉得刀真的是不讲究。当然，如果你真的是大厨，你对刀有情有独钟，那是另一回事啊。除此之外，我觉得你菜能不能做好，用的顺不顺手，跟你的刀是什么品牌、什么材质、卖多少钱，这个关系是最小的。我看到的是很多在国内的主妇啊，就是或者说主夫，不管男女啊，都是讲究刀，一到商场喜欢看那种大牌子的刀，但其实你1000块钱的刀和我这个10块钱的刀，你用1年之后，它对于它的本职工作就是锋不锋利来讲，其实已经相差无几了。那真正想把一把刀用好，最关键的问题是你得会磨刀，会保养刀，以及知道怎么磨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了这些知识以后，哪怕你用这种小片刀，它也是一个你非常顺手的工具，因为本身它只要这个用料是真实的，就是薄一点嘛，它成分是对的，它不会生锈。
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你只要按时的去保养，按时的去打磨，这个会比我觉得你千把块钱买的刀还要好用，因为它有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轻。当然轻有的时候不算是优势，可能有时候你切东西是要重一点。现在还流行一些什么砍剁一体的刀，但是在我实际看来，我觉得不太必要啊，因为我1年都没有用到剁的功能。当然我那里面也有一把带剁的刀，就是我就把它收到柜子里，我都不拿出来啊，就是一把刀完全够了。所以其实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个我个人觉得还蛮重要的观念，就是刀与其你讲究它的价格、材质跟品牌，你不如学习一下怎么去磨刀跟保养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每隔一段时间都是要去打磨跟保养的。那我这边呢也是有一块这个我经常用的磨刀石，我觉得这种还是最好用的，我也建议大家用这种。就是他买的时候会送一个这样的支架嘛，这个支架的长度是可以调节的，它是正好可以搭在你的水槽上面的，因为磨刀的时候是要流水的。搭到水槽上面之后呢，这个磨刀石就可以架在上面，然后你的刀就可以在上面去非常方便的去进行打磨。而且就是这个磨刀石它是有分双面的你看到一个是这个是个罩子，我拿掉它。你看到它上面写的一个是400目的，一个是1000目的，那也就是说你可以先用这个1000目的，就是比较粗糙的这个面去打磨。这层打磨是对于刀上面的一些伤痕的修复，你先一定要把伤痕修复好，否则因为大家知道刀切的时候它不是直上直下的，而是这样的一种运动，这么切的一个过程，它是连切带划，而且重点是在划。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刀刃上面是有伤痕的，你不仔细看不出来的，仔细看其实刀经常会有这种小的叫豁口就伤痕，有这种豁口的时候你再去划，其实对你的食材也不好，对你的手感也不好，对你的锋利就是切的感觉这种都会大打折扣。所以一定要先用这一面。我是不是讲的太多了？我应该单独出一期视频讲怎么磨刀，就是先把伤痕修复，然后再增加它的锐利度就是我基本上每隔不会超过1个月，一定会用它来去把我的刀进行保养。稍等一下啊，我先把这些东西放进去，这个一讲就收不住。然后说一下锅对于中餐来讲，我觉得你长期生活的话，不管你在国内还是国外，你一定需要至少3种锅，最少3种锅，否则有些东西你就不太方便做了就是我这个大家看到我上面挂的这3个锅，一个呢就是煮锅，这个你平时下个面或者是有些菜你要先这个焯水你也可以用这个，这是一个。这个就是普通的不锈钢锅，你能买到最好是买负底的，这样会加热更均匀一点。但是你我这个锅是在二手店买的，我这里面的三口锅有2口锅都是二手店买的。因为你真的懂锅的话，有些锅你没有必要买新的，它甚至可能二手的更好用。像这种不锈钢锅，你怎么用都用不坏的，你哪怕把它全锈黑了，你拿这个打磨打一遍，它还是能用而且不会有任何什么卫生这种问题，所以这个一定要有。那还有一个一定要有的呢，就是这个平底锅。有的时候你做早餐做饼，或者是煎个蛋或者是什么，然后你也可以用它来做披萨，先煎完再放烤箱这种平底锅都是一定需要的。但是平底锅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很多人买平底锅都是希望买这个不粘锅我家里是从上到下都没有不粘锅的，因为大部分的你看不粘锅大部分是家庭用，你很少看到这个中餐的厨房里面有放不粘锅的，西餐厨房里可能还会有不粘锅但是中餐的厨房里几乎是看不到不粘锅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使用的方法对了，所有的这些锅它都可以变成不粘锅
这个我就不展开了，这我真的以后我实操的时候再去讲。那我先说这个平底锅，我买的这个是铸铁锅，我也建议大家，但凡需要平底锅，你都可以考虑选择铸铁锅。我个人的经验是呢，铸铁锅首先比较沉，这个是它的缺点，但是它的优点是越用越好用，而且它本身也是不粘锅。它由于足够厚，它的加热不管什么火都是非常均匀的。那我建议大家选像我这样的，就是它的这个锅柄啊，也是这个一体化，全是铸铁的，没有弄个塑料把手或者是木头把手这样子。那你说这样可是不是不方便吗？就是如果你只是在中餐的环境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不方便，因为它毕竟热的时候它也会烫手。很多时候我做饼啊什么的，或者甚至煎个蛋，我会再放一个抹布在这垫一下，其实就能够解决了。但如果您是在国外的话，很多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做一些这种就是像西班牙那种油浸的面包，或者是你做披萨，铁盘披萨，类似于这种，包括有的时候你去牛排烤肉这种，就是西餐有一些做法是煎烤配合的。很多时候是你要先在火上把它焦化了以后，然后再放到烤箱里烤，或者是烤完了之后再放到火上去焦化。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带一个木柄或者塑料柄的话，你这个锅就因为这个柄它就不能进烤箱，它只能放在火上去加热，这就对你的烹饪造成了一些不方便啊。那像这种铸铁锅，如果你想省钱，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到二手店去看一看，因为这个锅其实它是就是完全就是新的跟旧的比完全没有差别的，这种锅是用不坏的啊。那我这个也是买的旧的，那我觉得这个越旧的其实我用起来就越顺手一点所以这个锅我觉得是需要一个的。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中式的炒锅了。这个中式的炒锅我买的是新的因为在当地的这个超市我觉得没有特别合适的，我是在亚马逊上买的。这个是叫碳缸，大家去搜的时候你可以搜，但是它跟那个普通的中式的那种就是生铁的那种炒锅还是有点差别的，但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就是你去买的时候，你只要看它是可以用作这个就是炒菜的，英文叫 wok 就是 wok， 应该是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个单词。那其实你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那这个锅呢，很多时候用法上我就将来做菜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边做边讲吧。但是我想说一下，如果您家里用这种炒菜锅我想说一个蛮重要的心得体会，就是这个锅你怎么收纳，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挂起来，不能放到柜子里面原因是什么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柜子里面或者直接放灶台上，这个锅一定会越用越脏越用越油。你像我今天给大家录视频，我随便手拿哪里都可以，我手干干净净的。但是像我在国内很多家里的锅绝对不敢这么拿的，特别这个锅底你都不敢碰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没有挂起来当然我这是半开玩笑，这不绝对，但是我之所以建议大家挂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只有你挂起来，而且像我这样挂的足够高，你才能意识到我每次挂之前要去洗锅底，否则的话这个锅底你是永远不会洗的。那直到我把这个锅挂起来之后，你也不能挂太低，你要挂得很高。你像我这个挂的时候，我一定要手拿着这样拿着嘛，我才能挂嘛。那你每次挂之前，你一拿，你发现你是手上面全都是脏的跟油，那你还会就这么挂上去吗？那大概率上你会去拿下来，再把它的底部用钢丝球加这个洗洁精再去洗一下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长期以往你这个锅就会非常干净。那一个干净的锅，其实你做菜的时候也最起码心情会好很多吧，对吧？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经验那对于中餐来讲呢，其实你有这3口锅就足够了
剩下的比如说你用一些快锅，就是或者你说叫高压锅，可有可无，看每个人的情况。因为我不太经常煲汤，或者是吊一些汤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是卤一些什么东西，不是很经常。我也有一个高压锅，有的在下面放着，但是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讲，我那口锅用的也不是很频繁，所以如果你自己也没有习惯做汤的习惯，其实偶尔就是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做一顿饭，你就用这个汤锅啊，也是可以的。剩下的就是洗菜盆了，这个我就不再过多的跟大家去聊了，这个没啥讲究哈，都可以，都可以。好，那基本上今天就是作为我的这个美食节目的一个第一次吧，我发上去看看大家反响怎么样啊？也是借由着我马上要搬家，所以一方面是跟大家去聊聊天，录个视频讲一讲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另一方面呢也是给我的这个厨房做一个不大不小的留念，像以后我自己看这个视频，我还能看到我这个房子的这个厨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可以怀旧一下。然后我那边有咖啡，之后也希望跟大家去聊聊跟这个咖啡相关的一些话题。好，那今天这期视频就暂时先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